他的诗才让曹丕和曹植甘拜下风，一生经历3段婚姻，与曹操传出绯闻。他的一生非常坎坷：1嫁守寡，2嫁抛夫别子，3嫁比自己小10几岁的丈夫。战乱与漂泊是他大半生的主题，但这些足以让他痛彻心扉的经历，又成就了他绝世的诗才。连曹丕、曹植2兄弟都对他的诗才甘拜下风。她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汉末3国女诗人蔡文姬。她为什么会流落匈奴12年？为什么与曹操传出感情绯闻？在第2段婚姻中，她为什么做出离开丈夫和孩子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婚姻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她将一段无爱婚姻过出了滋味？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汉末3国才女蔡文姬的故事。中国古代有很多才女，其中蔡文姬、卓文君、李清照和上官婉儿被称为4大才女。蔡文姬和李清照是4大才女中成就更为突出的女性作家。被称为大才女，不但要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学创作中还要技巧娴熟，感情真挚，其作品更要有划时代的意义。蔡文姬凭借2首长篇现实主义叙事诗，1首《胡笳18拍》留名后世。除了她的才情，人们对她一生的经历也有很多感慨。苦难的经历是蔡文姬作为女子的不幸，但对于作为诗人的蔡文姬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大约在公元177年，蔡文姬出生在陈留一带。她的父亲蔡邕是东汉末年的文坛领袖。蔡邕不但文才高妙，还擅长书法和音乐，并且精通天文数理。蔡邕44岁才有了蔡文姬这么一个女儿，自然爱如珍宝。本来按照蔡文姬的家庭环境，她应该可以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但生在乱世，连父母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何况小小的文姬呢？蔡文姬刚刚1岁，家中就发生了变故。根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汉灵帝光和元年7月，蔡邕因为讽刺宦官而被处以大不敬罪。朝廷本来判了蔡邕弃市的死刑，后来经过当时众多文臣名士们的营救，蔡邕被改为流放朔方。从此，小小的文姬就跟随父亲过着背井离乡、四处飘荡的生活。又过了9个月，这时已经被赦免的蔡邕再一次得罪了宦官，流亡到江浙一带，12年没有回到中原。文姬大概在7、8岁时就显示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有一天夜里，父亲蔡邕正在对乐抚琴，文姬沉浸在美妙的乐声中，不料有一根琴弦断了，文姬脱口而出：“是第2根琴弦断了。”蔡邕有点不相信，他觉得这是女儿偶然猜对的。不一会儿，他又故意弄断了一根琴弦。这一次，文姬马上说出是第4根琴弦断了。蔡邕确定了女儿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就更加用心教授女儿学琴。11岁时，文姬的琴艺已经学有所成。12岁时，文姬在此前的基础上跟随父亲练习书法。不久，文姬既端庄厚重又飘逸俊秀的书法就得到了父亲的赞赏。蔡邕是书法大家，他把自己的书法绝学传给女儿蔡文姬，蔡文姬又传给钟繇，钟繇传给魏夫人，魏夫人再传给王羲之。世人只知道王羲之是千年难遇的一代书圣，却不知一代书圣的诞生也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13岁时，文姬和父亲一起路过吴县的一户农家，那家人正在做饭，柴火在灶下噼啪噼啪地响。蔡邕走近一看，原来他们用的是一根梧桐木。通过火烧的声音，蔡邕辨别出这是一块做琴的好木料，于是就用这块木头做了一张琴。因为这块木料的尾部已经被火烧焦了，所以蔡邕就给这张琴起名叫做交尾琴。文姬出嫁时向父亲要了交尾琴作为嫁妆，此后这张交尾琴就伴随了文姬一生。16岁时，父亲将文姬嫁给了河东魏氏的魏仲道。魏家是河东的大家族，魏仲道才华横溢，前途一片大好，与文姬感情和谐，生活十分幸福。但是好景不长，文姬嫁到魏家才1年多，魏仲道就患上严重的疾病。尽管文姬衣不解带地照顾丈夫，但丈夫最终还是撒手人寰了。丈夫走后，文姬在婆家守寡，公婆嫌文姬没能给魏家生下一儿半女，就对文姬冷言冷语。文姬也曾经对父母说过公婆在她面前说过的刻薄言语。起初父母只是劝她忍耐，但父母不知文姬越是忍耐，公婆的话就越是不堪入耳。不久之后，文姬终于下定决心回到了娘家，只要父母还在，文姬就还有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地。当文姬回到娘家时，父亲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朝廷政治黑暗，激起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在朝堂之上，董卓乱政，许多对董卓不满的朝臣都被残忍杀害。蔡邕作为一个名满京华的大儒，自然成为董卓极力拉拢的对象。
蔡邕就算再不想为董卓效力，也无力反抗。而且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蔡邕也要勉为其难地接受董卓的任命。董卓虽然对别人很残暴，但对蔡邕还是很不错的。为了表现自己对贤者的重视，董卓在1月之间3次提拔蔡邕，最后蔡邕官至侍中。这时董卓就算再臭名昭著，蔡邕心里也还是非常感激董卓对他的重用的。在董卓被王允诛除之后，天下人都很高兴，只有蔡邕想到董卓怎样也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为董卓哭泣。这时掌握朝中大权的王允虽然自己也是个文人，却对蔡邕毫不客气。他指责蔡邕是董卓的同党，不由分说地将蔡邕下狱。这时蔡邕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衰弱了，经过在狱中的折磨，很快就去世了。父亲突如其来的死讯让文姬母女受到了重大打击，不久母亲也去世了。一个和和美美的3口之家突然之间只剩下文姬一个人，形单影只，孤苦无依。文姬还没从父母死亡的伤痛中走出来，就遇到了趁乱入侵中原的匈奴。面对手提兵戈的强壮匈奴士兵，文姬与其他女性一起像羔羊一样被掳走了。他们被驱赶，鞭打着向匈奴的地界走去。在长途跋涉中，无休无止的伤病与死亡，使文姬不止一次的想到死亡，但她终究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很艰难，但也许是父亲的音容笑貌在这时给了他一些力量，也许是求生的本能，让他决定忍受这不能忍受的屈辱。生活还要继续，只要活下去，总会迎来新的转机。本来文姬是要和其他女性一起被发卖的，但她的美貌和由内而外显出的气质引起了匈奴左贤王的注意。文姬虽然经历了几年十分痛苦的生活，脸上已经没了少女时期的神采，但依旧是玉容仙姿，容貌非常。她被匈奴士兵引领着来到左贤王的大帐。左贤王身形魁梧，相貌英伟，浓密粗犷的眉毛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文姬。他腰间挂着宝刀，肩上披着白色狐毛，坚实的臂膀显示出强壮的体魄。在左贤王看来，此时的文姬虽然身上满是灰尘，头发十分凌乱，但依然是个雪肤花貌的美女。那一夜，文姬成了左贤王的爱妃。也许她反抗过，但后来屈服了。也许她在与左贤王的短暂相处中，看到了这个男人强悍外表下那颗充满温情的心。成为匈奴王妃，物质条件自然十分优渥，精神上也不会再受到欺凌。左贤王因为蔡文姬的美貌与温柔，给予她更多的恩宠。匈奴地界的风土人情与中原有很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蔡文姬渐渐学会了骑马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她也渐渐学会了吹奏声音悲凉凄情的胡笳，并和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儿子们一天天长大，文姬青春的容颜也被这猛烈尽直的胡风吹出了细密的皱纹，原本柔滑细腻的双手也布满了纵横的纹路，原本柔嫩的皮肤也变得干燥粗糙。容颜会老，思乡的情感却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浓烈。多年来，文姬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父亲的诗文，多次在梦中梦到父亲，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都是希望自己回到中原的殷切期盼。蔡文姬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中原，但是当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萦绕在她心上的只怕会有更多的悲伤吧。那一天，文姬就像往常一样教孩子们习字，看着他们无忧无虑的嬉戏。突然有人告诉他，汉朝的使节就在左贤王的大帐中，请他快去相见。文姬起初不敢相信，待他走进帐中，一切都明白了。那个当年在父亲门下虚心求教的有为青年，如今已经成为大汉的丞相。他要用一双价值连城的玉璧换回蔡文姬。这是一场艰辛的谈判，这是一次锥心刺骨的分别。当年和蔡文姬一起被俘来到匈奴的人们都羡慕他还能有机会回到家乡。蔡文姬日思夜想的愿望也终于要实现了，但是她的2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与她十分恩爱的丈夫该怎么办呢？泪水打湿了衣衫，心底流出了血液。左贤王也习惯了文姬的陪伴，孩子们更是对母亲无比眷恋。左贤王就算对文姬万般不舍，此刻顾虑到曹操的强大势力，他也不能不让文姬回去。文姬可以回到中原，但是2个孩子必须留在自己身边。文姬的心被撕成2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也不过如此吧。车轮一圈圈的转动，蔡文姬一行人最终还是远离了匈奴的地界，回到了中原。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在路上，蔡文姬满怀悲痛地写下了《胡笳18拍》。这篇用血泪写成的诗歌，令无数后人读来潸然泪下。
回到中原的蔡文姬受到了曹操的热烈欢迎。曹操在铜雀台设宴，为蔡文姬接风洗尘。曹丕和曹植对于这位连父亲都非常仰慕的才女十分欣赏，并且经常去请教。曹丕不理解文姬姐姐的诗为什么如此动人心魄，他忍不住与弟弟曹植探讨这个问题。曹植说，文姬姐姐的诗是用血写成的，而我们的诗是用墨写成的，怎么能不动人心魄呢？回到中原的蔡文姬陷入一种物是人非的悲痛中，父母都已经亡故，当年那个温馨的家，如今也只剩下了断壁残垣，许多亲朋旧故也都在这动荡的12年间去世了。文姬觉得自己像经过了漫长的几个世纪才又回到家乡，但是这时既残破又空寂的家乡并不能安抚他那颗已经破碎了千万次的心。好在曹操很能体察蔡文姬的孤苦无依，他很快又给蔡文姬安排了一桩婚事。这一次蔡文姬的结婚对象是比自己小10几岁的董嗣。董嗣在曹操手下管理屯田农垦事宜，他生得一表人才，又精通诗书文史，擅长音律。在曹操看来，蔡文姬虽然年龄偏大，但是还是与董嗣有很多共同语言的，日后可以慢慢培养夫妻感情。但这时董嗣还年轻，自然希望找一个拥有青春活力的女子来与自己享受美好生活。蔡文姬是饱经沧桑之人，哪里还有心境去和董嗣谈论什么花前月下呢？因此在他们刚刚结婚时，日子过得很不和谐。大约又过了1年多，董嗣因为触犯法律按罪当死，蔡文姬刚刚得到的安稳生活又要被打破了。这一次她没有被动隐忍，而是选择挺身而出，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婚姻和家庭。此时文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曹操才能救自己的夫君。当时已经是深秋，曹操与诸位臣僚正在大殿上畅饮美酒，共叙豪情。忽听下人说蔡文姬来见，曹操问众人是否想见一见蔡文姬。人们记起当年蔡邕家中那个容貌清丽的小女孩，都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当时蔡文姬急于营救董嗣，顾不得梳妆，就披头散发光着脚去见曹操了。众人见到他，无不为他的惨痛遭遇而悲叹。曹操看着蔡文姬十分狼狈的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就命人为他梳妆，穿戴整齐，又把他安置在自己府中。直到董嗣被赦免之后，夫妻2人才一起回家。董嗣与蔡文姬的生活本来是一潭死水，经过这次变故后，董嗣对蔡文姬充满了感激，而蔡文姬也意识到董嗣对他的重要。从此以后，这对夫妻过上了隐居田园、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曹操工作之余，经常去看望蔡文姬夫妇，蔡文姬又为董嗣生下了一儿一女。当蔡文姬留在曹操府中时，曹操抽空与他聊了蔡邕当年留下的无数珍贵的书籍和佳作。在得知4000多卷书籍已经被毁于战乱时，曹操十分痛心。好在蔡文姬后来凭借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又默写出400多卷来。现在人们拍出的电视剧中，大多都写了年轻时候的曹操与蔡文姬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但是最后却没有成功结合。不得不说，这只是后人的想象而已。曹操是很喜欢漂亮而有才华的女子，但是他比蔡文姬足足大了20多岁。在蔡邕流亡江浙的时候，正是曹操在东汉政坛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曹操年轻时是曾经去过蔡邕家中，向他请教学问，借阅书籍，但这些交往只可能发生在蔡文姬1岁之前，因为后来蔡邕就有10几年不在政治中心。文姬寡居之后，平静的生活也只过了不久就被匈奴掳走了，这期间还经历了父母的相继死亡，怎么还能有心情有可能和曹操产生一段爱情呢？曹操与蔡文姬的友情是一种男女之间比较理想的纯真友情。曹操欣赏蔡文姬的诗才，蔡文姬对曹操的诗才想必也很欣赏。曹操关怀蔡文姬，而蔡文姬也知道父亲早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忘年交，所以他对于曹操还有一种难得的信任。蔡文姬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但正是这些苦难的经历，让他创作出动人心魄的诗歌。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如果可以生在太平年代，过着波澜不惊的幸福生活，谁又愿意用这一生的愁苦，用这一段近100年的乱世，去换那几首痛彻心扉的诗歌呢？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